婆婆领了怀孕的小三进门，还骂我是不下蛋的母鸡。紧接着，婆婆在朋友圈里发了张小三怀孕的彩超单，亲戚朋友纷纷恭喜，老公和她生怕我占便宜，逼着我净身出户，笑死！我是首富千金，我还怕你们占我便宜呢。离婚当天，我笑着发了张婚前体检单，姓名杨伟，男，先天性死精症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跟杨伟大学相识，毕业后在一起。毕业后我工资不高，勉强维持生活，只能租个烂尾楼。我和杨伟在一个公司上班，他下班了就会开车送我回家，过年过节都会送我小礼物，再不济也会带我去吃一盘饺子。我从小无父无母，没钱没势，跟奶奶相依为命。小的时候，别人都说我是奶奶捡来的野孩子，我一直不信。奶奶去世后，我没有了家，所以特别羡慕有家的日子。正因为我从小缺疼爱，我开始越来越依赖杨伟。谈恋爱时，他对我温柔体贴，什么事都会照顾我的情绪，没有嫌弃过我的家庭和出身。我那时年轻，把这个廉价的好当作爱情。他求婚时说他会给我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我满心欢喜嫁给他。订婚后，他家亲戚时常给我准婆婆吹耳边风，说我是野鸡飞上枝头变凤凰，说我来历不明不白，别再有什么传染疾病，让我做个婚前体检。我叹了口气，为了杨伟，我选择忍气吞声。我和杨伟的体检结果出来后，却发现杨伟有先天性死精症，意味着我们以后生不了孩子，而且这病也治不好。我很珍惜我们的感情，也很爱他。为了照顾杨伟的情绪，我选择了隐瞒，因为我想跟他好好过日子。我那时候觉得两个人只要相爱，哪怕没有孩子也没关系，实在想要领养一个也行。我这么想，别人可不这么想。结婚了以后，我婆婆处处刁难我，最开始是让我辞职，赶紧生个孩子，相夫教子。起初我也是不同意，奈何杨伟也来劝我，而且他对我越来越好，还保证说他挣钱养家。我在家貌美如花，我信了他的花言巧言，辞了职，做起了家庭主妇。没想到结婚以后，等着我的是数不尽的委屈和心酸。早上我起床做饭，做完饭洗衣服、擦地，吃完饭还要刷碗。我打扫完刚想回房间，我婆婆扔给我一盆内衣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让我给她洗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妈，内衣内裤这种私密的衣物还是要自己洗。我婆婆正在发微信找人过来打麻将，抬头瞪了我一眼，让你洗就赶紧洗，哪来的那么多废话？我不愿意。我把盆子扔到了洗手间里，回房间换床单。婆婆在客厅开始破口大骂，你还来能耐了，娶你回来当祖宗的，不撒泼尿照镜子，还真把自己当成白天鹅了，赶紧滚出来给我洗了，不然我叫我儿子回来修理你。我忍无可忍，我嫁给你家不是卖给你家，我结婚的时候没有拿1分钱彩礼，你想找保姆，你大可花钱出去雇。我回了房，砰的一声把房门关上，趴在床上哭。婆婆哭哭啼啼给杨伟打了电话，恶人先告状。杨伟一回家就把我从床上拽起来，张琪，给妈道歉。每次吵架他都是向着他妈妈，凭什么要我道歉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他欺负我你还让我道歉？我抹了一把眼泪，转过身去不看他。我婆婆也进了屋里，嘴里不饶人，我就说不让你娶她吧，这才结婚多久就要骑我头上来了。杨伟把婆婆推了出去。行了妈，你也少说几句。我说他
他拿纸给我擦着眼泪。张琪，妈年纪大了，她还有心脏病，你这么大度，你应该让着她，对不对？快去给妈服个软。他吃准了我心软，不会跟他妈妈的计较，哄着我去跟他妈道了歉。可他哪里知道，我越让着他，他越欺负我。一天半夜，我来了卫生期，弄脏了床单和睡衣。我起来把睡衣脱掉，送到卫生间，想着太晚了，明天再洗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婆婆吵醒，她门都不敲，进来就把床单扔我头上，赶紧起来洗了。恶心不恶心？我小腹疼得厉害。妈，我来是肚子疼，等我缓一会就起来洗。她像发了疯一样拽我，你还好意思说你来事了？这都多久了，还不怀孕？被子被她拽在地上，我就那一套睡觉，身上什么都没穿。我捂着胸捡起被子，感觉自己的自尊都被她踩在了脚底。我语气也开始有些不好。我现在穿衣服出去洗，请你出去。幸好这时她屋里手机响了，避免了一场我和她之间的争吵。我婆婆又约了亲戚朋友打麻将，我在阳台晾着衣服，听到里面的七大姑八大姨嚼舌根。你家儿媳妇还没怀孕呢，谁知道了？一直都没有动静，是不是不孕啊？就是啊，我家女儿结婚没多久就怀孕了，现在孩子都1岁多了，要不要弄点什么偏方呀？我婆婆白了我一眼说，我看那没准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谁家老婆婆会拿儿媳这种事情开玩笑？我再也听不下去，进屋给杨伟打电话，一连打了几个，他都不接。晚上他回来，婆婆就把他叫进房间里，嘀嘀咕咕。等他回了房间，我想和他说几句话，他却只顾抱着手机不停地打字。我要抢他手机，他一下子就急了，你别无理取闹，我忙着工作事情。我愣了一下，问他，什么工作回家还要忙？我不工作，你吃啥喝啥？家里大大小小的钱不都是我辛苦挣来的？你除了花钱还会什么？连妈都照顾不明白。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会说出这种话。我花你什么钱了？我除了买菜生活开销我还花什么了？你妈天天找我茬欺负我，你还说我没照顾好你妈？行了，我累了，不想跟你吵。他转身就背过去睡觉。我默默流着眼泪，一夜无眠。再后来我婆婆找我茬，说我全当听不见。我也没有再跟杨伟抱怨，因为没用，他不会向着我的。为了能有个家，我就这么忍让着过了大半年。可杨伟除工作外的晚归日常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，而且一回家就抱着手机，还会露出宠溺的笑容。被我发现就囫囵遮掩过去。那天出门，我在杨伟后面打车，偷偷跟着他到了一个高档的小区。我没办法进去，只好在楼下等待。没过多久，杨伟终于出现，但他竟然搂着一个肚子微微隆起的女人出来，他们举止亲密地一起上了车。我急忙打车跟上，车子停在了医院外。下车后我才看清女人的脸，这是她表妹李雨晴。我不理解她怀孕为什么让表哥陪着孕检。我正想跟着她进医院看看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我低头一看是派出所的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是张琪吗？我是，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是这样。之前你有份体检单跟一对夫妻走失多年的女儿血型匹配率达到99，你看看你有时间过来看一下吗？我心里一惊，不管什么杨伟和表妹了，赶紧往派出所去。奶奶去世前告诉我，她和我并无血缘关系，我是她去市里买药回家路上捡到的，她自己孤苦伶仃，就把我带了回去。奶奶还给了我一个吊坠，她捡到我的时候，这个吊坠就戴在我的脖子上，是我和亲生父母相认的证明。如果来人真的是我亲生父母，
肯定会认识这个吊坠。到了派出所，我把吊坠交给警察，并说明了原因。不一会，一辆豪车停在了门口，下来一位富态丰腴的妇人。她见到吊坠，哭着抱住了我。乔伊，我是妈妈呀，我的乔伊。原来我的真名叫乔伊，我眼眶也红了起来，和她紧紧相拥。紧接着，一位中年男人也下车了。我一看到他愣住了，他正是杨伟就职公司的老总乔万峰。没想到我竟然是乔氏走散多年的千金。妈妈说我小时候自己跑出去玩，就再也没有回去。他们找了我很多年，也没有找到我。我和奶奶一直都生活在农村，那时候信息不发达，自然很难找到。奶奶去世后，我才来到市里半工半读，念完大学。亲生父母要带我回家，我说我结婚了，得先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丈夫，带着他一起回去。妈妈答应了，留了我的联系方式，发给我家庭住址，把我送回小区。我开心地往家里走，想着等杨伟回来给他个惊喜。刚到门口，我就听见了屋里的对话，一时间心如刀绞。你赶紧先把这协议签了。婆婆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。妈，我怎么跟她说呀？我怕她粘上我呀。我婆婆骂了一句，你怕她干什么？你是我们老张家的独苗，就指望你传宗接代。再说了，你都把小晴肚子搞大了，还不给人家名分。这时我才听清屋里还有个女生哭的声音，怪不得她这阵早出晚归，原来是在外面养了个小三。小三还是她表姑家的妹妹。我清楚地记得杨伟是死精症，不可能怀孕。我赶紧回到医院，调出了当时的体检单，又跟医生反复确认了是先天性，无治愈可能。婆婆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叫我赶紧回家里，有事说。我把单子放在包里，心里五味杂陈，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进了房门，只有我婆婆坐在沙发上。我看了一圈，杨伟和那个小三都不在这里。婆婆扔给我一份协议，不断叫嚣，赶紧签了。我们老杨家3代单传，不可能要你这只不下蛋的母鸡。我拿起协议看了一眼，好狠的心！我放弃事业和大好青春，甘愿嫁给个不能生育的男人，辞职在家做个全职太太，忍气吞声，为的就是能家庭和睦，幸福一点。到头来，丈夫出轨，婆婆嫌弃我不能生育，要让我净身出户。我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笑出声来。婆婆惊慌失措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我看着离婚协议书上杨伟的签字，签的是那么着急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：“我笑什么？离开你们这种家庭，我没有去楼下买点鞭炮庆祝，就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。当初求婚信誓旦旦说会一辈子爱我、保护我，会给我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结果现在却对我这么狠心。”婆婆气得拿手指着我：“你再给我说一遍！”我拍开她的手：“你不是我妈，我不会再惯着你。这字你是想让我签，还是不想让我签？”婆婆没再说话，把手放了下去，估计是怕我不签字。我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，抬头看着她，让杨伟回来，现在就去办离婚证书。婆婆没有想到我会答应得这么痛快，对我说话的态度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现在就叫他回来，真讽刺啊！过了一会，杨伟打电话让我下楼，我拿着协议下楼，一开车门，李雨晴坐在副驾驶里。杨伟，你什么意思？离婚还带着人来恶心我？我冷冷质问。小晴怀孕了，需要人照顾，她坐后面会想吐，你坐后面吧。她看都不敢看我一眼，笑死。不提怀孕还好，她还不知道自己有先天性死精症。你给我戴绿帽子，她给你戴绿帽子，这就是恶人自有恶人磨。
果然老天爷还是公平的，见人自有天收拾。你也别生气，我跟表哥是真心相爱的。对不起，妈的，我还没哭。李雨晴先哭了起来，我可受不起你这句对不起，没有你那么大号的脸皮。杨伟握了握她的手，小晴，你别道歉，错的是我，不是你，你是无辜的，别动了胎气。你俩在这跟我在这演苦情戏呢。我讽刺一句，你这是怀孕几个月了？确定是杨伟的吗？李雨晴明显愣了一下，当然是表哥的了，你怀不了孕也不能拿我肚子里的孩子说是吧？杨伟眉头一皱，从后视镜看着我，张琪，你一直不怀孕，妈又着急抱孙子，你有气冲我来，别冲着小晴出轨了还把错怪在我的头上，真不要脸。你这是说怀不了孩子是我的原因了？我逼着你跟你表妹背着我干的龌龊事，你也别跟表哥吵架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一直喜欢表哥，是我勾引的他，我可不吃他这套。你也知道你自己贱，勾引别人老公。小晴，不用理他这个泼妇。杨伟越来越不耐烦，俩人一唱一和的，搞得我好像才是破坏他们感情的小三。车子停在民政局门口，领完离婚证后，杨伟递给我100块钱，施舍般的跟我说，拿着打车走吧，我就不送你了，好聚好散。我把他手拍到一边，谁跟你好聚好散？你妈处处欺负我，我为了我们多年的感情忍了她多久？她到处说我是不下蛋的母鸡，你从来没有为我解释过一句，还把小三带回家里，办个离婚还3个人一起去，你要不要脸？她脸气得越来越黑，不能生你怎么一直不怀孕？不是心虚，你怕别人说你这样穷酸的家庭，谁愿意要你？天天在家灰头土脸，看见你我就恶心。李雨晴笑着拉着他上车，好了，表哥，不要理他了。我压住心中的怒火，给妈妈打电话报了平安，打车回家睡了个好觉。第2天，我把事情跟爸爸妈妈说了一遍，爸爸气得起身一巴掌拍在桌上，老李，备车，他竟敢欺负我的女儿！我拦下了爸爸，爸爸，这件事让我自己来处理吧。话刚落下，电话响了起来，是个陌生的号码。我走出去接通电话，尖酸刻薄的声音传了过来，张琪是吧？我是李雨晴，我刚搬进表哥这里，我也不想做个恶人，你找个时间过来把东西拿走，毕竟净身出户的日子肯定不好过，卖了换点钱，没准还能租个烂尾楼、贫民区之类的房子。我都气笑了，不用了，那些东西也是他买给我的，净身出户自然也是归他所有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，我和表哥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联系他。我想张小姐也不想做个受人唾弃、碰坏别人家庭的角色吧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她恬不知耻地说出这些话后，还把我拉黑了。这时微信群里弹出几条消息，杨伟他妈发的，下个月我家杨伟跟小晴举行婚礼，我儿媳妇怀孕了，我要抱孙子了，看把他高兴的。正好我没退家庭群，我这手里也有个大礼要给他。杨伟也发了条朋友圈，是他亲着李雨晴肚子的照片，配文：我要当爸爸了。我笑了笑，拿出包里的体检单，拍了张照片发送群里，又发了条朋友圈：不能生的男人我可不要，我可是独女。我把群聊退出以后，微信电话都被杨伟给打爆了，我看都没看，直接删除拉黑。离婚后的2个月，我一直忙着为回归职场做准备。妈妈早上来看我，心疼地摸着我的头说：姨姨，妈妈约了美容 SPA， 下午你去放松一下，别把自己熬坏了。我愣了一下，回想起来，自从结了婚以后，
我每天就是做家务，根本没有时间享受生活，做回自己。我眼眶有些发酸。好，谢谢妈妈，这就是被人疼爱的感觉吗？傻孩子，妈妈会补偿你之前所有受过的苦和委屈，以后不会再有人看不起你。我搂着妈妈的腰，哭了好久好久。下午出门的时候，刘嫂递过来个信封，小姐，这是夫人给你的。夫人说晚上有个宴会，司机6点会来接你。我拆开看，是我的新户口本和身份证，还有一张银行卡，一把宾利车钥匙。我立刻开车去了商场，做了个美容，化了个妆，还剪了个头发。一番打扮后，感觉心情都好了很多。没想到冤家路窄，出门的时候碰见了那对狗男女，我有些诧异。杨伟都知道自己不会有孩子了，还跟李雨晴在一起。我在心里暗暗骂自己，看看你自己之前喜欢的是个什么奇葩东西，窝囊废！我当初眼睛怎么就那么瞎呢？杨伟也看到了我，张琪，我走上前去，恭喜杨先生要当爸爸了。普天同庆啊！杨伟的脸上透露出痛苦的神色。你以前不会这样咄咄逼人。李雨晴不乐意地拽了下杨伟的胳膊，看清楚你自己的位置。我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。那我应该怎么跟你说话？求求你不要离开我，还是劝你不要戴着那顶绿帽子？杨伟一副吃了死苍蝇的表情。我顿时明白了。这是杨伟确认了自己不能生，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，硬说孩子是自己的，真是世间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张琪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你是不是心里还惦记我老公，想来挑拨我们夫妻之前的感情？李雨晴一脸狰狞，周围已经开始有人围观，有人议论纷纷，指着我说是小三。想挑拨人家小夫妻的感情。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你大白天的做什么梦呢？一个婚内出轨自己表妹，逼着糟糠之妻净身出户的男人，我犯得着惦记？这男人我早就玩腻了，送给你正好，你俩一个王八一个绿豆，绝配。周围的人如同吃到了惊天大瓜一般，纷纷凑过来听。议论开始变了方向，说他俩没有道德伦理，不知羞耻。我转身往停车场走，我可丢不起这人。他开始在身后大喊大叫，然后跟杨伟吵了起来。开车出来的时候，他俩还站在门口吵着，周围的人越来越多，对着他俩指指点点。李雨晴站在一旁边哭边骂，杨伟蹲在地上捂着脑袋。我按下车窗，还没走，要不要送你们？杨伟抬头看到我的车，满脸不可置信。我猛地踩下油门，甩他俩一脸尾气。爽！6点钟，司机接我去宴会。我换上高档礼服，踩着细跟高跟鞋，在爸爸的介绍下出场，欢迎我乔氏集团唯一的千金乔伊回家。我没想到宴会是给我准备的，各界名流都在场。场面实在轰动，宴会上妈妈一一给我介绍人认识。结束后，我们去了乔氏旗下的满香园家庭聚餐。这个餐厅只接待会员，吃一顿饭要不少钱。爸爸说要清场，我没让。餐厅包间已经有人在吃饭了，清场实在过意不去。中途我起身去了趟洗手间，餐厅太大，我忘记了是哪个包间。绕来绕去也没找到，我找来个服务员带路。拐弯的时候，我跟个女人撞在一起。我刚想道歉，抬眼一看，这不就是杨伟他妈和他表姑吗？他们也在这吃饭。杨伟妈瞪着我，你怎么在这？难不成你还舍不得我儿子，追到了这里来？我可告诉你，这地方可不是你这种人想来就能来的。你要是来捣乱的，小心我叫保安赶你出去。女服务员在前面站着等我，还以为我们3个叙旧，也没上来催我。我嗤笑一声，
你儿子是人民币吗？天天怕别人抢走，你应该让你儿子撒泼尿照照镜子。他刚要说话，被我打断。不用你儿子出力，你就能当上奶奶，这种感觉是不是睡觉都得笑醒啊？他妈一脸疑惑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他表姑脸色铁青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保安！保安把这疯女人撵出去。保安快速跑了过来，一看是我，没敢动弹，毕竟这是乔家名下的餐厅。今晚餐厅工作人员都知道我们在这家庭聚餐，为了给我接风洗尘，他表姑上去推了一下保安。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，还不把他赶出去？小心我投诉你！我笑了笑，挑眉看着保安。保安询问：小姐，需要我把人丢出去吗？他妈赶紧说道：快点丢出去，碍眼的东西！我点点头：是啊，快点丢出去吧，碍眼的东西！保安拿着对讲机叫了其他几个保安过来，4个人架着他们俩的胳膊给赶了出去。他俩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变故，大声喊着杨伟的名字。没2分钟，杨伟就出来了，一脸的不解和惊愕。张琪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放开我妈！我摆摆手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叫张琪，我本名叫乔伊。他震惊地愣在那里。你是乔总今天接回来走失多年的女儿乔伊 ？Bingo， 就是我。第2天我正式上班，没有搞特殊，还是我被迫离职前的职位。一个公司上班，避免不了碰见杨伟。中午下班的时候，他把我扯到楼梯间。张琪，不对，乔伊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给我个补偿你的机会好不好？我一把推开他，他这是看我有钱想倒贴，还是怕我公报私仇把他开除了？我看着他那副虚伪的嘴脸就恶心，转身就走。杨伟快步跟了上来，拉住我的手腕。乔伊，你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不要脸！我甩开他的手，怒气地说：你跟你表妹躺在一张床上的时候，考虑过我们的感情吗？你说一个女人生不出来孩子的时候，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让我净身出户，怕我粘上你，你现在还来跟我提感情，你恶心不恶心？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谈恋爱的时候，我是真的被蒙蔽了双眼，没发现他是这样的人。过了几天，何然联系我，他回国了。她是我大学同学兼闺蜜，后来我结婚，她出国了。前几天看见我朋友圈，还恭喜了我离开渣男，独自美丽。我开车过去接她，她就站在门口那里，还是一副小女孩的样子。我暗暗感叹，没经历婚姻的摧残真好。我按了按喇叭，他看了车一眼，骂骂咧咧。我又按了按喇叭，他敲了下玻璃：大哥，你瞎吗？看不见这有人，还一个劲按。我把车玻璃降下去，他愣住。张琪，我 see 你现在混得这样牛逼。我催他上车。我亲生父母找到我了，我爸是乔氏集团总裁。他的嘴巴张得快要能塞下一个鸡蛋。我把事情原委跟他说了一遍，一路上他把杨伟和那个小三的祖宗18代都骂了个遍，逗得我笑个不停。晚上他带我去酒吧，我从来没去过，体验一下也挺好。酒吧氛围很好，何然拉着我要跳舞，我拒绝了。他进了舞池，我喝着酒饶有兴趣地环顾四周。这时，我瞥见一个熟悉的人影。我靠，那是一个穿着紧身超短裙、带着肚子的女人，跟一个男人贴身热舞，旁边还有一群人在看热闹，鼓掌尖叫。我拿起手机，赶紧录了一个视频，可惜我把杨伟删了，不然真想给他看看。何然回来时，我给他看了视频，他一脸淡定喝着酒。我看到了呀。刚才就在我旁边，带着肚子还在那男人胯下蹭来蹭去，别提多骚了。我冲他挑眉，他反应过来，这不会是你前夫出轨的那个小三表妹吧？
我冲他竖起大拇指，他兴奋地抢走我手机，把视频传给自己。我问他想干嘛，他拿起手机给我看，他真的把视频给杨伟发了过去。大学时我们3个总凑在一起，何然那时就看不上杨伟，说他一脸渣男相。现在想想还说得挺准，不仅渣别人，还能被人渣。我和何然在吧台等着看好戏，果然没一会，杨伟就气冲冲地进来，拽着李雨晴往外走。何然给 DJ 赚了笔钱，让 DJ 停下音乐，酒吧瞬间安静，大家都看向吵闹的那边。李雨晴一看见杨伟懵了，不停地往后退，说什么也不肯跟杨伟回去。杨伟再也受不了众人看戏的目光，一巴掌扇在了李雨晴的脸上。你敢明目张胆地给老子戴绿帽子？李雨晴捂着脸震惊，我没有，我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你还打我？杨伟把手机放到李雨晴眼前，播放了视频。刚才和他跳舞的那个男人早不知道跑哪去了。李雨晴还在狡辩，杨伟忍无可忍，竟然拽起他的头发扇巴掌，周围一片惊呼。这时传来了警车的声音，不知道谁报了警，把他俩都带走了。我带着何然回家，躺在被窝里聊天。他一脸好奇地问，他不能生育的话，那方面是不是也不太行啊？我白了他一眼，他能生育，他也不行。他问我为啥？我下床去餐厅翻了根牙签出来，又拿了个瓶子回去。他一脸疑惑地看着我，我告诉他注意看细节，然后细细地品。我当着他面把牙签扔进了瓶子里，冲他眨眨眼，他悟了。我俩捧腹大笑。经此一事，一连几天下班，杨伟都堵在门口等我。我忍了他3天，实在忍不了了，我找到张经理。杨伟他天天在公司缠着我，现在整个技术部的人都知道，上班缠着，下班堵我，麻烦你们处理一下。张经理当然知道该怎么处理。今天下班，杨伟又拦我，还不等他说话，他电话就响了起来。他一脸紧张，喂，张经理，您找我什么事情？我听见电话里传来张经理的声音，你被开除了，骚扰女同事，你要是再继续下去，这边会保留监控，提起诉讼。他立马慌了，张经理，你听我解释。喂，我笑笑，抬腿就走。他上前一步拉住我，乔伊，我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，你有必要对我赶尽杀绝吗？我甩开他的手，我跟你只是普通同事关系，没什么好谈的。你已经对我造成了骚扰，再这样我就报警。说完我转身就走，他在背后喊着，乔伊，你记住你今天的决定，你别后悔。我后悔你妈呢？后悔？我呸！第2天他就被开除了，我松了口气，终于不用再看到他了。但冤家路窄，我竟然又在超市遇到了李雨晴，她满脸淤青，想必是被杨伟打的。她看到我，恶狠狠地瞪着我说，是你发视频给我老公的吧？我点点头，没错，是我。怎么了？我拿包卫生巾就要去结账，他疯了一般冲上来，从后面拽着我头发骂道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你破坏别人的家庭，你不得好死！我把他的手拽了下去，他的手里还攥着我几根头发，我捋了捋头发，上去就是一巴掌。破坏家庭的人是你，不得好死的人也是你。你以为你怀孕了我就不敢打你？看看你头顶的监控，我这叫正当防卫。他的双眼发红得越发狰狞，看着恐怖至极，一只手捂着脸骂道，你这个贱人，我一定要弄死你！我感觉有些不好，急忙往后退了几步。他突然拿了一瓶不知道什么东西向我泼过来，我没反应过来，幸好路人出手相助，把衣服扔在了我头上，挡住袭击。我瞬间头皮发麻，
万一是有害液体怎么办？我拿下衣服一看，松了口气，幸好不是硫酸，只是普通的水。几个保安跑过来，把他按在地上，他捂着肚子不停叫喊。我和路人道歉后立刻报了警。录完笔录出门，我又碰见了杨伟，他憔悴了很多，一个疯魔，一个落魄，这就是他们俩真心相爱的证据吗？果然是我不懂爱情了。乔伊，对不起。他眼眶发红地看着我，道歉。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？但我不想再和这俩货纠缠下去了。没关系，祝你们幸福，百年好合，祝我们永不相见。说完，我扭头就上了宾利，甩了后面的这个男人。其实刚才和李雨晴动手后，我心里憋的这口气好像也没了，对杨伟的爱和不甘心也都消之殆尽。之前的感情经历仿佛给我上了一课又一课，我没必要后半生都浪费在两个无关紧要的人身上，我还有大好人生要过呢，不是吗？我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我请了假期，陪妈妈去国外度假，回来之后又恢复了工作，还升了职，加了薪。爸爸妈妈给我介绍了好多次相亲，我都委婉地拒绝了。我只想好好挣钱，凭自己本事孝敬父母，有几个好朋友，没事在一起喝喝酒，聊聊天，逛逛街，足矣。我可不想再进去一次坟墓，至少现在不想。但没想到杨伟还是阴魂不散。1年后，我去医院做个体检，又碰见了杨伟。我已经对他无爱无恨了，就是个陌生人一样，最好一辈子不见。他又叫住了我，乔伊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？我不耐烦地回头，凭什么？原来是他被辞退后一直找不到好的工作。李雨晴他妈开始嫌弃他没钱没本事，明里暗里讽刺他生不了孩子。杨伟一直忍着，直到李雨晴生完孩子后，他还把孩子当成自己亲生的照顾着。直到有一天，孩子亲生爸爸找来了，杨伟不在家，那男的跟杨伟他妈大吵了一架。他妈这才知道自己一直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孙子不是杨伟亲生的，他妈当场就心脏病犯了。秦雨晴没管他妈，直接抱着孩子跟这男的走了。杨伟回家就看见他妈倒在地上，打了120，赶紧抢救。杨伟一直顾忌他妈有心脏病，所以没有跟他妈说他不能生孩子的事是真的。他妈一直以为我是故意造谣发的朋友圈。到了医院，幸运的是他妈抢救成功，不幸的是脑部还有个肿瘤。杨伟掏空了家底给他妈治病，现在医院让续费8000块钱都拿不出来。我看着蹲在地上哭的男人，我也想同情他，同情他妈，帮他一把。因为8000块钱对现在的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，可是我做不到那么大度。他和他妈嫌弃我，欺辱我，把我的自尊心踩在脚下，所以他妈现在被气出病，他妻离子散，都是他们自找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转身就走，他拉住我的腿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求求你了，乔伊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不应该背叛你，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，救救我妈吧！我一脚把他踢开，是你妈，不是我妈。没走2步，我想起一件事，从兜里掏出100块钱现金扔给他，给你的打车钱，不用谢，这次好聚好散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